咱们外地到北京来的朋友啊，要说旅游有一个地方是必去的，那就是故宫。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呢，像这样皇家宫殿保存这么完整，恐怕全世界就这么一家。那么这故宫到现在有多少年历史了呢？500多年了。这500多年的历史，你琢磨琢磨，又是皇家宫殿，这里头得有多少故事？那咱们今天呢，给大火说一座故宫里边的宫殿，那咱们说说慈宁宫的故事。慈宁宫呢是住着太后慈宁宫，什么意思呢？咱们都知道严父慈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哎，这是指皇上的亲生母亲。哎，太后住在慈宁宫。你看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康熙王朝》里边那个孝庄太后一直住在慈宁宫。可是有的人说不对，说那我们在看《甄嬛传》时候呢，都知道这个孙俪演的甄嬛呢，真实的姓名叫六古如。甄嬛她后来呢，雍正皇帝死了，她是太后，她怎么没住慈宁宫呢？我记得她住在什么寿康宫里头啊？这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慈宁宫啊，没人敢住了，孝庄之后这地方闹鬼到什么程度？有个故事特吓人，说这个慈宁宫里头院里头有口井白天。往里一看是枯井，里边就树枝杂草。晚上你再看，借着月亮光，你往下看，反光里头有水，而且你这水上不倒映出你的影吗？你再看那影的脸，还不是自个儿。你听多瘆人啊！说这慈宁宫闹鬼，没人敢住，那是不是？这样咱今天就说说慈宁宫的故事，真实慈宁宫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孝庄之后这个称为福地的地方没人敢住了？屹立100年的紫禁城有说不尽的风起云涌，打开尘封的宫文，为您讲述故宫的故事，立于后宫。巅峰皇帝也要礼让3分，居于慈宁宫的太后们书写着自己的传奇。故宫里头说慈宁宫什么时候开有的呢？告诉大家，故宫一开始建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慈宁宫，说慈宁宫不给太后住的嘛，是因为建故宫那辈皇帝没有太后这个问题。故宫什么时候建的呢？是大明时候明成祖朱棣，咱不说朱棣，朱元璋的4儿子，朱元璋隔辈呢自个儿太子大儿子死了呢，他认账的时候他大儿子就死了，所以他隔辈呢把皇上传给自个儿亲孙子建文帝朱允。这建文帝朱允他四叔就朱元璋的4儿子明成祖朱棣，当时是燕王朱棣封地，就在北京不干了。这天下有德者居之，你凭什么呀？你个小崽子就当皇帝。所以这叔侄俩干了一仗，最后朱棣赢了他，后来登基成了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这时候定都北京，要在北京修建自己的都城，修建自己的宫殿。这么他主持之下，开始有了故宫义军将士们，本王奉天靖难，经起兵28个月了，朝廷的100万北伐大军都被我一一击溃为此奸佞，胆寒天下侧目。而我义军将士以一当十功，无不克无往，不胜严军用事，天下敌燕军用事，天下无敌。他为什么一开始故宫就没有建慈宁宫呢？那是因为啊，朱棣当时他的2个母亲都没了，他的亲生母亲野史里说叫硕妃，那时候已经死了。他名义上的母亲就朱元璋的正牌皇后大脚马皇后，那时候也没了。你别说他这一辈，他自己的皇后徐皇后死的也早，所以他儿子明仁宗顶替。他当皇帝以后呢，自个亲生母亲也没了，所以用不着当时在这故宫里边给自个老妈再留那么一个宫殿。所以当时呢，故宫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慈宁宫。什么时候开始有慈宁宫呢？到明朝第11个皇帝，就嘉靖皇帝的时候才有慈宁宫。为啥有呢？是为解决呀2个太后的问题。说怎么出俩太后了呢？这个嘉靖皇帝啊，他继承皇位不是从自个儿爹那儿继承来的，是从自个儿堂哥那儿继承来的。他堂哥明武宗朱厚照，这朱厚照呢身子骨软死的，早死的时候呢有儿子，别说没儿子，亲弟弟都没有。那就按照大明的律例呢，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中弟。即这哥哥要死了，哥哥没儿子咋办？那就从弟弟里找他，又没亲生兄弟，这直接从堂弟里边，这才有嘉靖皇帝继位。那么嘉靖皇帝继位就留了俩太后，为什么一个太后呢？是自己堂哥的母亲，哎，张太后，还有自个儿亲生母亲。你这2位，你说都是太后，偏偏这俩人呢还不对付，互相看不上，没法住一块儿，说怎么弄呢？这时候这个嘉靖皇帝想个办法，这样吧，这个张太后呢就住在东宫，就太子宫那边，在东边。我亲生母亲呢，他俩别朝向，一个东一个西，搁到西头。西头那宫殿叫什么？叫仁寿宫，先在那儿住。结果呢，搬进之后呢，不长时间啊，这故宫着了把火，着了把火之后呢，扑灭了，说的重新修啊，就借着这个名义，户部就财政部给拨钱，就把这个皇上的亲生母亲这块仁寿宫这彻底修了。一遍修了以后呢，这地方规模扩大，改名叫慈宁宫。说白了，嘉靖皇帝的亲生母亲住在这儿，所以按照这个惯例之后，从嘉靖皇帝之后，皇上亲生母亲住慈宁
宫这是个惯例，就从那以后才开始有慈宁宫这3个字。那么说慈宁宫呢，从达有一直到后来这个宣统皇帝退位明清两朝，慈宁宫总共存在了400多年。这400多年间呢，慈宁宫里头住了好多任太后，但是最厉害的有2位，除了前面我们说的孝庄太后以外，还有后来这个当时皇上的太后，那个是后。是从隆庆皇帝之下往下呢，到这个天启皇帝这一辈，当时这一辈皇帝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名叫什么？叫李太后，姓李。这个李太后为什么是个传奇人物呢？她在慈宁宫居住段历史就是典型的这个屌丝逆袭的这么段历史。说这段历史怎么回事？我给大伙儿细细说。这李太后有多传奇？李太后呢，她的子是后来的万历皇帝，她的老公是当时的隆庆皇帝。这个隆庆皇帝那个时期啊，这李太后出身很低，你看这都是太后了，都住进了慈宁宫了。当时还有很多皇族瞧不起，就因为她出身低。她什么出身？她是个宫女，是宫女，还不是在宫里上班。那时候是当时她的老公啊，就是万历皇帝他爸爸隆庆皇帝，是隆庆皇帝还是个王爷的时候，他在王府里边是宫女，结果这隆庆皇帝也不哪天一高兴呢，临幸他就跟他上床了，就生下了这个万历皇帝。哎呦，你有宫朕，要赏你。哎呦，王妃父皇是在跟你说话，这都是列祖列宗之德，是父皇敬天爱民的福报，臣妾何敢？言公有功就是有功嘛，朕也不赏你别的，你娘家出身贫寒，朕就给你父亲封个侯吧，哈哈哈！儿臣代李妃一门叩谢父皇天恩。所以后来这不母以子贵嘛，他跟着这个隆庆皇帝进了宫之后呢，就当时给他封为贵妃，就这么的在宫里扎下根了。扎根后来也挺幸运，自己这儿子万历皇帝当上皇帝了，哎，就等于说自己儿子上那自己就成了李太后了，就这么住在慈宁宫了。你看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2个男人，老公啊和儿子都是皇帝。那么在他之后呢，慈宁宫里最大的万，也不光是他之后，就所有住在慈宁宫里这些太后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孝庄太后。孝庄太后的事儿，咱们看电视剧里头，那宁静演过她，斯琴高娃演过她。13岁从科尔沁草原，她是蒙古族人，嫁给皇太极。来到沈阳，当时叫盛京，嫁给皇太极。后来皇太极死了呢，她是顺治的生身母亲。据说她呢又跟摄政王多尔衮跟自个小叔子好保顺治登基坐殿等顺治。死了之后呢，他又扶持自己孙子康熙，就一辈子辅佐过3任皇帝，一直活到76岁大权执掌。多少年对那个清朝早期的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要说这孝庄皇后呢，住在这个慈宁宫，这太后可是自她死了之后，这慈宁宫就没有人敢进去住了，就空了后边的太后。你看后头咱说呢，甄嬛她住在这个寿康宫，说为什么会成为这个现象？我说这里头闹鬼，就孝庄太后太厉害了，哪个女的来都接不住压不住，所以这地方总闹鬼。那是不是这样呢？她不是这样。为什么说他之后慈宁宫没人住了呢？这跟康熙有关。你想康熙呢，8岁的时候父亲没了，顺治死了，10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又死了，他在小时候基本上是奶奶带着他，就孝庄太后带着他，一直给他扶到皇上位置，然后又辅佐他亲政，又包住，包括这个萧三藩呢，收台湾政事，这太后都是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这辈子呢拉扯过2个皇帝，一个呢是6岁登基，一个8岁登基，为了他们顺顺当当的，我什么苦都肯吃，什么罪都肯受。你们可听好了，这皇上呢是我立的，这孙儿呢是我的命根子。今后啊，谁要是和我们孤儿寡母过不去，上有佛祖，必有暴臣等誓死忠于大清。所以康熙不光是感激自个儿奶奶，他跟自个儿奶奶也最亲隔辈亲，何况2人在一块儿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个孝庄死了呀，康熙受不了了，说这个真受不了。为什么呢？这孝庄病危的时候，康熙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请了这些和尚做法事，轰轰烈烈一堂法事，干嘛呢？说老天保佑，让我呀减10年的寿命，挪到我奶奶那。皇上来了，怎么回事？皇阿玛老祖宗归天了，苏麻辣姑也去世了，相隔只差1个时辰了。皇上，这个咱们有的朋友孝顺的啊，说到五台山到哪儿去许愿还愿，经常是我自个儿折寿，让我爹妈多活几年。不少大臣有意见，说皇上您春秋鼎盛啊，大清就指着你往前走的。这老人家虽然德高望重，毕竟年事已高，不久留于人世，你怎么可以折自己阳寿往你奶奶身上过渡呢？这不可以。康熙不听，反正法事做完了也没挡住这个孝庄死不长时间，孝庄归天了。归天之后呢，康熙又干了一件呢，谁也
想不到的事儿，正常来讲呢，那这太后啊、皇后啊，谁死了得马上并入到皇帝陵里边去。你像这个孝庄呢，她是谁的夫人呢？皇太极的夫人。你进到皇太极跟努尔哈赤陵呢是在沈阳盛京，在那边得病到那儿，没有康熙说就这样，只要慈宁宫在我奶奶就在我奶奶，在慈宁宫就在把他奶奶这棺材。哪儿也不去，就搁慈宁宫里供奉。这下这些大臣不干了。当时那个史书上有记载啊，像这个索额图啊、明珠啊、陈廷敬啊这些内廷大臣都上书说，这可没这规矩，这故宫里是住活人的，你怎么能让死人在这儿待着呢？这坏了大清的地气啊！你奶奶再重要，包括皇上您再重要，跟大清的祖业相比，那不能相提并。论你这么干可不行，所以这些大臣一个个都要抹脖子上吊，都说你这么干我们不同意。最后呢，康熙没办法，这是把这个孝庄这棺材呢从故宫里迁出去了，但是迁出慈宁宫这儿呢，就是年年岁岁啊都拜这个孝庄，就把他这像搁这儿啊，大伙儿定期来祭典呢，不光是说皇族子弟，连大臣也来，所以。时间一长，这个地方呢成了孝庄个人纪念堂，所以你这后来的太后没法再住，因为康熙在大清的地位是太高了，在位是整整60年，活了69岁。你看，后来他的孙子乾隆明明能多在位些年，说你既然我爷爷康熙都61年了，在位我呀不能超过60年，我不能超过我爷爷，所以干到60年他退位让。嘉庆皇帝当儿皇帝，他又干了4年太上皇，所以说康熙这个位置特别高，而且以孝治天下是大清的国力，再加上孝庄的巨大影响力，后辈人没法再去往里住了，所以这地方就成了纪念孝庄的地方，所以再往后没有人再住慈宁宫，也就是说再没有太后住那，所以呢，这个钮钴禄氏这里头，这甄嬛她就住在。寿康宫就没有敢再往后呢，大清你要讲说权力很大的太后，那就得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慈禧太后有意思，说你不住慈宁宫，对，这是惯例了，你也得像是甄嬛似的，那皇后太后以后都住在这个寿康宫了，慈禧没踏进过寿康宫，不住。那她住哪儿呢？住储秀宫，而且她奇怪在哪儿呢？从她一进宫住储秀宫到最后死，一直在这说，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女性要进入到皇上的后宫里边，她随着地位的变化呀，她搬几次家很正常，因为你进来，假如说是妃子、妃嫔啊，贵人答应常在，再往上你皇贵妃啊，什么贵妃皇后，她一路往上走搬家，为什么呢？这得说从她的个人际遇上开始，她一进宫里呢是封为兰贵人。大清呢是皇后、皇贵妃、贵妃，然后这是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等等等等，一路下来，她当时是兰贵人。后来兰贵人呢被咸丰皇帝宠幸给咸丰，生个儿子咸丰皇帝就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就是慈禧生的，在哪儿呢？就在储秀宫。所以慈禧觉得这地方呢是自个儿的福地，而后来说咸丰怎么就不生儿子呢？不着调了。这咸丰相传呢，算是大清皇帝里比较好色的，他总跟着满族女孩，因为这满汉不通婚，他娶满猛的看着别扭，因为那个皇后啊、妃子不是都好看，大多数挺难看。为什么得保证血统纯正？你不挑的话，你就光好看不行，你家庭门第是啥？你从哪儿顺来的？是不是满族里头有权有势的？你要这一挑呢，美女就少了，所以这咸丰玩着玩着就没意思了，没意思怎么办？他住圆明园，当时不住宫里，他太监身边人溜须拍马，皇上在这宫里头是你不能找这汉族女孩进来玩，咱可不是在宫里，咱在圆明园呢，就这么在外给他找10个8个的汉族最漂亮女孩送到宫里。那时候说这个圆明园里暗藏春色。什么牡丹春啊、海棠春啊，什么那都是咸丰一高兴给这些汉族女人封的号，好手柔腿软身段美。后来我们知道咸丰死在这个承德避暑山庄，就热当时叫热河行宫嘛。说怎么死的呢？正史说他有病也史，说啥他看上一个山西啊姓曹的寡妇，说那这在这寡妇身上花老心思了，说最后纵欲过度死到人怀了，有这么个说法。那么后来这个咸丰就因为这个花天酒地，就跟慈禧留下一个儿子，慈禧也多亏有这儿子，他才成了西宫太后。那么2宫太后，一个慈安，一个慈禧吧，没事。那这时候慈禧呢，为什么她就不搬，就在储秀宫里待着？头一个就我说的，当初就咸丰皇帝最单纯的时候碰着她了，身体也最好的时候，这才留下个儿子，这10母以子贵，她后来才有当这个太后垂帘听政，一直成为大清最有权势的女人，才有这机会。她觉得储秀宫是她发迹的地方。
是福地，我不能颁。第二个呢，咸丰皇帝死在热河，这个时候慈禧、慈安和这个鬼子六宫亲王一心发动了这个一次北京政变历史，也叫辛酉政变，把顾命把大臣什么端方肃顺都给扫来。这个咱们很多人看过火烧圆明园呐、垂帘听政都知道这段历史。后来当然是康熙爷亲政。那我知道我是说康熙爷亲政以后，鳌拜怎么样了？康熙爷降旨把他监禁了。若不是鳌拜救过太祖爷的命，早把他杀了。那是康熙爷圣明，要是我呀，把他们全给杀了。那么把这些人拿下之后，慈禧说：“我虽然垂帘听政了，可是呢，我呀是为了给我丈夫、给我儿子守大清这片基业，不是我个人追逐权力。他要搁这个理由掩饰所以。”我呢也没想到我成什么太后，往往这个寿康宫里哪般，我就还在我的储秀宫里，因为这地方是我和我老公和我儿子生活的地方，我要替他们守着。就说白了，对外立个牌坊，我不是争权夺利，我都不想往寿康宫搬。所以慈禧压根不掰，一方面是觉得是个福地，另一方面呢是给自己立个牌坊。你看我一直坚守我原来的东西，所以大清这个和大明两朝啊，这个太后他们身上发生这事儿，跟慈宁宫这几个宫殿这事儿值得我们研究。为什么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形态里头，太后是个很特殊的角色？她有时候甚至超过皇后，因为皇后在的时候，往往皇上也在，要不她皇上死了，她就成太后了。所以这个皇后呢，经长寿皇上权力，制约皇上一手遮天。可是当皇上死了，继位那个皇帝很可能年幼无知，岁数小，他是皇族正统的，不能选别人岁数小，也得用他呢嘛。这时后作为皇上的母亲太后，这个权力就变得大得吓人。所以历史上太后干政垂帘听政这事儿屡禁不绝，有的是。所以太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影响远大于皇后啊、妃子啊比那都要大。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讲这慈宁宫对明清两代的影响，就是这太后权力这么大，对中国历史的进程都发生了影响。所以咱们有的朋友说到故宫参观，你看故宫这地方虽然说占地面积也不大，房子倒不少，说你一般要名胜古迹这么大没啥琢磨头，唯独故宫它每一个宫殿里都有着诸多的故事，而每一桩故事都不是民间的普普通通的事，都可能涉及到皇族变化，影响中国政治进程惊天动地的事。所以我说我们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北京呢，说首要我要去故宫看看，别走马观花。我建议你呢进故宫看之前呢，根据现有的资料，把故宫各个宫殿这个文章啊，你做足它做功课，说这是谁住过的，这是什么事儿，这可能发生什么，这样你进故宫里看呢，有的放矢，按图索骥，有可能呢把记忆当中的内容和眼前见到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块儿。你走这一趟故宫，等于接受了明清历史的一段洗礼。你来一趟故宫不白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性要张扬点啊，可能还有人特欣赏你。其实所谓的这种个性啊，在历史上来看，它也不是说都按照中庸之道啊，抹杀人的个性不是那样。你包括历朝历代每个朝代都有属于它的鲜明个性。那咱说汉朝一提，汉朝很多人想到强盛，你看汉武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大汉的疆土拓宽的程度，最后把匈奴给干败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强盛的感觉。你再说唐代，你会想到开放包容，那是后大唐的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五湖四海，各个国家万国来朝。所以你一提到唐代，你感觉是开放包容。那么咱们今天就要给大伙儿说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朝代。什么朝代？明朝。你说明朝有个性吗？不是明朝的皇帝昏庸的多吗？而且朱元璋强调中央集权，说这明朝挺昏暗的，不是，那是你不了解明朝。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儿细说说为什么明朝是一个很任性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有个性的时代。这个根在哪儿呢？咱得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就任性，而且他的任性造就了他后边无论皇帝、官员、百姓、文人都任性。说朱元璋怎么任性？我们都说朱元璋啊，出身草根，要过饭，当过和尚，没什么文化。那么他也是比较能够打破过去规矩的一个人。你看，一般开国皇帝都很强势，他一强势，他本能的要把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谁我也信不着我说了算。那么朱元璋的任性体现在什么上呢？他把维持了上千年的中国一个文官制度给废了。什么宰相制度？自春秋以来，各朝各代无不是天子坐朝，宰相治国。魔化若是一个皇上离不开宰相的话，那这个皇上就是阿斗告诉你，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做朝野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
那些宰相从中作乱，臣冒死进谏快退啊！父皇求你了，父皇！哎呀，宋太医院，你看着这好像上嘴唇碰下嘴唇，废就废了，这活不好干。为什么呢？原来6部有的奏折送到哪儿去？送到左右宰相那儿去。他们看你把宰相废了，那往上报告报谁那儿去？所以那儿奏折乌泱乌泱的全堆到朱元璋那儿，把朱元璋累的，但累他愿。意味啥？天下他打的，他得把自个儿天下守住了。所以朱元璋是个很勤奋的皇帝。但是即使这样，那奏折看不过来，那么这个开头就造成了我们说大明禁，入了一个任性时代。由于老祖宗朱元璋啊，直接这么任性，把宰相给废了。后来出现的一些波动都和这个有直接关系。他出现了皇上任性大臣任性百姓。任性文人任性，咱们先说这皇帝任性。朱元璋是心理非常强大，能够把这些奏折呀、公务都搁自个儿身上，那可是他的后辈要万一哪个人心理不够强大，这工作能把人逼疯了。他后辈呢，不是打江山，是坐江山，那看江山的精神头就没这个老祖宗这么高。所以他的后辈皇帝出现了几种极端，一种是什么？我逃避了，别玩了，我干不了，我才不管这个呢。所以他这一逃避容易出现2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信任身边的人，你赶紧替我处理了。就咱们说，天启皇帝做木匠活呢，魏忠贤帮他处理这事儿，就容易出现宦官专权这个情况，就贴身的人把握朝政了，这样就可以随便糊弄皇帝了。皇上您任命其他的大臣奴婢没有异议，可是这个裴文中涉嫌弑君，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魏忠贤，你提醒的好，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大多数还不是听你们这些身边人的意见。王安、裴文中的任命，哎，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这奴婢遵旨。第二种情况呢，一看这个情况，我也得相信哪个大臣呢？开始信任一个人，后来把这活都堆他身上了，皇上一天天犯懒，所以后来明朝有个首辅制度，首辅大臣其实就是内阁大学士。咱记得最出名的张居正内阁大学士。万历皇帝在位多少年呢？48年够长的了吧？可你能想象到48年当中，他有30年不上朝，有的大臣呢在午门外跪一排呀，皇上上朝吧，不去。你愿意跪，你跪死在那，死去不管。万历皇帝这么任性，还有比他任性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叫朱厚佛，这个人怎么任性呢？他不仅是不上朝，不管朝政的，是整天琢磨炼丹啊，我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我这滋阴补阳，他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琢磨怎么样能够整些玄玄怪怪的这些玩意儿。结果因为这个差点把命丢了，情况如何？皇帝今夜要睡在端妃，这皇帝睡前要服金丹睡的。趁端妃有寅时起夜如厕的习惯，趁着端妃起夜离开玉榻，我们就动手怎么丢。有一天他睡觉睡到一半时候，进来10多个宫女，这些宫女一个个你看着娇滴滴的下手挺狠，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先套在脖子那儿，然后这俩按胳膊，这俩按腿这儿，俩捂被子，这俩捂他嘴干嘛呢？要把皇上勒死助手。这深仇大恨的差点就给勒死。可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的经验，你勒死人那绳套得是活扣啊，越勒越紧。他给系个死扣杆勒着，把这皇上勒得直叫唤不死，跟勒猪似的。就这功夫，手底下人进来了，把宫女给打倒了，把皇上给救了，圣体无恙。皇上万福，只是受了惊吓，好生调养，当无大碍，万岁爷，没事就好。奴才真是吓死了，拿朕的仙丹来啊！这个地方朕不想住了，丧气从今天起搬到西院去，告诉大臣们今不上朝。了奴才知道今不上朝，明明也不上。有人说这宫女吞了雄心，吃了豹胆了，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怎么敢杀皇上？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一例宫女，居然敢对皇上动手。你听说皇上、皇亲国戚、大臣进宫弑君，这有宫女杀皇上，就这么一例。说这朱厚瀾嘉靖皇帝怎么这么奇葩呢？哎，起因就是太任性，造成他对宫女特别差，他下令打死虐待宫女，最后死的有200多个。说这些宫女为什么要杀，就不把你弄死，他就得死，什么原因呢？前面我说了，嘉靖皇帝好炼丹，炼丹也不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什么呢？一者呢为秋实，一者为红铅。说红铅是什么呢？这更狠，处女的月经血宫里头，这宫女都处女从他们身上采月经血，这叫红铅，这用量还挺大。怎么办呢？他听这老道的，给宫女吃药，干嘛提前她月经期，而且让她多出血，这后面一个个那真生不如死。最后一看，算了吧，不把他弄死，我们就得死，怕弄出阶级仇、民族恨来，就得把皇帝弄死。你说这是大明皇帝里多么奇葩的一个。你还有一个皇帝名
武宗他叫朱厚照，我喜欢。睡懒觉睡足了才有精神办事嘛，朝政大事可以改到午后再议。对了，你们不是老是在朝上有一些争吵吗？吃过了午饭大家吵起来才有底气吗？这是什么话吗？还想再听下去吗？请说下去。第四，朝臣均为男人，实在无趣，应换上一半女子，以年轻貌美为佳，定能提高效率。啊，这个皇上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一天呢不管朝政也管，但是他不想当皇帝，想当啥？想当大将军，天天练武。他就是什么呢？这个朝政都是文官处理的，是把他弄得很烦。他通过练武把荷尔蒙发泄出去，心里烦练武。为了提高武技，干嘛呢？让老虎当陪练，差点让老虎咬死他。退后，哎呀，快叫御医不用了。马都督啊，你也太心急了，朕还治不了这只老虎。而臣当然知道父皇可以治得住老虎，只是怕您把他伤得太重，日后心中不安，哼他胆就这么大完了。不光这样呢，他这个练武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想，我这要出去打仗多好，要没有这个打仗的假装，外头有地方打仗，我也御驾亲征过。这尹守备朱寿接旨，臣守备朱寿领旨，近年以来鲁求犯顺，屡害四方，且城平日久诚恐，四方兵如废弛，今命守备朱寿统帅大军，随部人马，或攻或守，扫兴山安民务，亲自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哪一位皇上曾做过如此荒唐的举动？列位大人惜命！哈哈哈哈！某院失见皇上有旨违抗者停战30，谢皇上。其实是啥？逃避公理处理这些事儿，躲出去啊，在另一个世界里发泄自己的旺盛的精力。所以这大明皇帝任性的多，这任性根在哪儿？那不老祖宗朱元璋吗？你把宰相给废了。本期老连故事会为您讲述任性的明朝，那他这一任性连锁反应到大臣上大明的文官呢，特别有意思。你不是把这个宰相给废了吗？废了之后呢，任何一个官员都想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而且都想名垂青史，想影响皇帝，影响朝政。再一个，皇上一旦承受不住压力撂挑子，那这个国家重任落谁身上了？落大臣身上了。那大臣这时候责任重了，他又不怕死。你想，人要不怕死，啥事儿都能干出来。他敢想敢干。海瑞，这海瑞我们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最出名是啥？骂皇帝，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把皇上骂得狗屁。不是你，这个不光是胆量的事儿，他心里真的有点这样的特殊的心理，要不一般人没这么强大。而这个人，你别人想收拾他太难了，他也没爱好。说你这个作为官员有点爱好，这好那啥爱好没有？我就当官，我就两袖清风一本正，我就挣这点死。公子海瑞家里穷的叮当响，自己媳妇儿自个孩子反正就差一步饿死。结果后来呢，赶上他时来运转，这严嵩不倒台子了吗？一个大奸臣倒台子了，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皇上嘉靖皇帝就找谁当初敢于跟权臣严嵩对抗啊？这我得重用啊！一找说当初海瑞骂过严嵩，哎呀，这人了不得，连升2级给他拔到京城了。上哪儿呢？到户部到财政部管钱去。结果这海瑞进了京城，头一件事把京城人全震了。他写了个奏折，把嘉靖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陈海瑞谨奏陛下，天之英断，继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天下，更始锐见，未尽妄念，牵之而去，迷意休悬，复有四海。故曰：民之膏肓在世，而耻心20余年不逝。朝当继持，以天下地盘降落，民不聊生，复议登场，势如悬青。晚了。其实按这罪过，基本上枪毙几百来回都够了。说念你是皇上，好好反思吧，你改吧。至今谁敢跟皇上这么说话？那有篡位之心的司马昭啊、曹操啊，那也得假模假样的吾皇万岁，皇上圣明。得说两句，海瑞一句没有破口大骂严嵩罢出事。番即行插坏人，亦然。严嵩罢相之后，犹知严嵩未相之先而已。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奴婢在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是这谁写的？海瑞，别让他跑，抓回来我弄死他。完了，下边皇上您放心，他跑不了。为啥？他写完这奏折呀，他埋了口棺材，完了跟老婆孩子呢，拜了，把家里钱啊剩那点不多的给仆人了，他仆人害怕了。为啥你不找死？我先跑吧。家里人都跑没了，坟地都选好了，棺材搁屋里停着呢，他不会跑的，他就等你杀他。so long， 这把这嘉靖气的怎么弄？这人先把他控制起来。我想想，嘉靖在屋里琢磨来琢磨去，不行，我不能杀他。为啥？海瑞当时名气很大，都知道是个清官，他骂我是昏君，我要把清官杀了，不坐实了吗？而且海瑞这么干，为啥呀？嘉靖知道大明这些文臣一个个都等着刘芳百事脖子一梗，你宰了我，他都知道。我若杀你就成全了你。
古之名不能杀，但不杀是不杀。这皇上心里老恨了恨死海瑞，后来找个理由，海瑞哪个工作上有点失误，给关大牢里。过不久呢，大伙儿一劝，又给放出来。以这海瑞有意思，他40岁进京，74岁才退休，干了3、4年。这3、4年当中，罢官被免，就有16年，就有一半时间他属于是被拿下的，但是还偏偏倒。不起起落落总在那儿，就这个文官得多有个性啊，得多犟啊，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那不光这个官员任性，老百姓也任性。说老百姓怎么任性呢？他这个明朝的几个皇帝前前后后这么折腾，一会儿大臣折腾，一会儿皇帝，老百姓跟松紧带在里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老百姓就琢磨了，咱们呀也别啥事儿，就一直在这死守着，也不能等死，有机会咱就作一把，不行咱再老实。这最典型的明朝末年，这个老百姓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明朝农民起义那么有意思。你看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了，大明已经不行了。崇祯皇帝想励精图治，你注意真到了那时候，你励精图治就不赶趟了。为啥呢？励精图治是不是需要钱呐？好，需要钱你就得收税，跌着不是谷子，这是稻种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性命啊！我2个闺女饿死了也舍不得吃它呀，军爷你要拿走它，我们全家就没命了。军爷，这都是你拿回去，为什么老朱原来老百姓就是税收太重，你再收它不更造反吗？再一个需要钱收税，这是开源还有节流呢？节流是什么？公务员编制太庞大，那我削减编制吧，一削减编制，下台那些公务员没事干了，干嘛？我造反吧。所以最终呢，这老百姓走上造反这条道，最终各地方到什么程度，一个省就能有100多股造反，反正这一个小组造反呗，这些人揭竿起义，干那边揭竿起义，也没个头头脑脑朝廷这时候来镇压。那一看也实在这力量也不大呀，所以就采用呢叫做镇抚兼施，以抚为主，就说镇压跟抚慰2套重高压政策，怀柔政策，以怀柔政策为主。所以一般到那说别造反了，给你们粮食吃行，不造反了马上投降。可是那么多灾民，又赶上荒年，大明的财政支持不了你，这走了粮食吃没了又活不了了，造反实打跟大明军队打不过乌合之众，干不过正规军呢。大哥侯成仇、杨嗣昌不仅消灭了38万逆军，还生擒了敌手高迎祥，朕要用他的人头心肝祭祖。告天臣遵旨躲起来吧，剩10来个人干啥呢？咱们得自个儿种田自个儿吃吧。一边种田一边琢磨咱们为什么失败了，哪条政策不对，哪个战术不对，又组织一伙人接着造反，又被大明给打败了，躲到商洛山里头去，剩50来人，说这个地方时间长咱也活不下去，咱往河南进发吧。这50多人啊就往河南，到了河南呢，赶河南闹灾荒。他们本来没那么大志向，说到这地方不行，打家劫舍凑口饭吃。结果河南灾民听说过李自成李闯王，原来他岳父高一祥也是闯王，这他姑爷李自成继承闯王大旗了，咱活不下去，得有个领头的吧，就认他当领头的了。说那时候李成也没想能挣这么大老百姓，说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是让乌合之众最后滚雪球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那时候这伙人呢很有意思，也没寻思一定能跟明军怎么叫板。结果大明军队呢这边农民起义那头还有清军入关呢2头，所以这李自成一路之上也没想到势如破竹，最后居然打进北京。随后崇祯帝自缢于眉山。明朝父王禀皇上吴三桂以兵至京郊永平卫，突然掉头返回，重回山海关，传命召集京城内所有的官兵2个时辰后出发，直取山海关。遵命就他。这伙农民起义等前前后后跟大明军队干了17年，最后呢清军入关，这帮人有意思不反对大明了，跟南明政权联合起来跟清军打了14年也没打过。清军最后被弄灭了，就中国历史上这农民起义很少有像明末这样这么奇葩的，就今天起义，明天投降，后天再起义，后天再投降，就这么个节奏。所以你看，老百姓造反都这么任性，这个时代为啥任性？他这一个朝代，他的个性是从开国皇帝那儿开始打下了底，然后不断被多米诺骨牌强化的结果。所以咱们看，就我们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案去取代它，那你就不要轻易动它，除非这个方案呢能把原来的弊端解决，你才能动手。就像我们现在说高考一卷定终身，不好咱要改高考，可高考再怎么还保个底线公平呢？你分高上去分低下来还有个基础公平，所以喊了这么多年，高考有这么多弊病，但是我们暂时无法改的是因为我们还拿不出第2个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方案。